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睡不着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住在茨城县的一名20多岁女性 S 小姐，这是一段让人隐约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不寻常之事的故事。那是去年的秋天，她深爱的男友毫无预警的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事发地点是一座位于县界的桥，那座桥有着鲜明的红色栏杆，也正因如此格外显眼。那里不只是景观地标，同时也是被人们私下流传的不祥之地。据说曾经发生过不少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，因此也被视为某种禁忌之地。而他正是从那座桥上坠落，摔向20公尺下的河岸，当场丧命。葬礼那天，他的母亲当着众人的面，将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向他。他质问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你的关系？那语气里没有询问，只有指控。可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明明我也和他一样，陷在无法承受的悲伤里。就在那一刻，他心中某种近乎执念的情绪像被点燃般瞬间爆发。那份悲伤不再只是单纯的痛苦，他开始将所有情绪转化为一个目标，找出真正的原因。于是他开始翻找过去的一切，和他的聊天记录、社群平台上的对话、两人之间的讯息往来，还有那数百张一起留下的照片。他几乎不再睡觉，一遍又一遍的检视，逐字逐句的阅读，反复确认每一段文字，每一张照片他都放大再放大，细看每一个角落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线索。只要有一点点机会能让他更接近真相，他都不愿错过。他生前其实很害羞，每当他举起手机想替他拍照时，他总会笑着，故意把脸凑得很近，几乎贴到镜头前。于是储存下来的照片里有一半都是他夸张搞怪的近距离表情，占满整个画面。而当他将那些照片放大时，才发现一件事，在他的瞳孔深处总能清楚地映出一个画面，那是他举着手机正对着他拍照的样子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，这一刻真的很幸福。在几乎被悲伤压垮的状态下，他仍拼命地一张一张翻看那些照片。就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在一张他过世前不久拍下的照片里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那张照片和其他的一样，是他的近距离特写，但当他放大仔细盯着看时，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。在他的瞳孔之中并没有映出他举着手机拍照的身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站在下方，仿佛早已等待着什么。她张开双手，像是在迎接从上方坠落的人，脸上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她仰着头，直直地望向这里，望向他。这不可能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不可能。在他与手机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第三个人，更何况那样的画面根本不可能映在他的眼睛里。这个女人是谁？这里到底是哪里？他的心开始发冷，但同时那股执念却让他更加疯狂地想要追查下去。他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，一层一层地挖掘过去的一切。终于他找到了，那是一个早已被遗弃不再使用的旧社群账号，属于他的。在那个账号里藏住他过去的另一段人生，大量的照片一张接一张的出现。照片中的他和一个看起来像是前女友的女孩亲密地靠在一起，笑得自然又幸福。那画面让人刺痛，他明明不想看，却又无法停下。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好奇，而是一种近乎执念的强迫。他强迫自己看下去，一张一段讯息不断地翻找，
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就在他检视着那些庞大的照片与对话记录时，某一张照片让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那一刻，他的呼吸几乎停止。那是一张以那座有着红色栏杆的桥为背景的合照，照片中的两人笑得灿烂又自然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们无关。但真正让他全身发冷的是另一个细节，男人的左手无名指上刻着一个英文字母 I， 而站在他身旁的女孩，她的左手无名指上则刻着 U， 她的名字是 U， 读作 U， 而那个女孩的名字是亚伊。原来他们曾经在彼此的左手无名指上刻下对方的名字缩写，那不只是纪念，那更像是一种宣告，一种无法抹去的连结。他忽然想起来，以前他曾经好几次问过他，那条刻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细长线条到底代表什么？可每一次他都只是笑笑地敷衍过去。他说没什么意义，只是个造型而已。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装饰，那是一段他从未对他坦白的过去。果然不该看的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依然无法停下来，他还是想知道他真正离开的原因。于是他继续往下查，一步一步更深入的挖掘。终于他连入上了那个前女友的朋友，从对方口中他得知了一件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实，那个前女友在被他甩掉之后，竟然从那座红色栏杆的桥上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而那个位置正是他后来坠落的地方，完全相同，一模一样。那一刻，一切像是拼图般拼凑起来，他终于确定，那个出现在他瞳孔之中的诡异女人，正是那个早已不在人世的他。据说，那段关系之所以破裂，是因为那个女人的背叛以及沉迷于赌博，可以说是他自己亲手毁掉了一切。但在分手之后，他却像变了一个人，情绪失控，执念加深，甚至开始不断纠缠他，最终走向了那条无法回头的路。幻面在脑海中一点一点变得清晰。他盯着那张最后的照片，盯着他眼中那个诡异的女人，再也压抑不住情绪，狠狠地对着画面吼了出来：你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？幽武怎么可能被你这种人夺走？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那不是单纯的愤怒，那已经是一种扭曲的执念。现在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要把她从那个女人的手中夺回来。此时此刻，他正拼命地找各种方法，只为了找到一条路，一条能够把已经被夺走的灵魂带回来的方法。